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。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。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任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。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，奔跑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主席，夜里还冷，王权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。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？他们已经到了清化边梁村一带。清化边。清化边一带很适合打伏击啊。你马上给彭总和仲勋同志发电，我们要利用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，争取在清化边打上一仗。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，确保出战必胜，鼓舞士气。是。主席昨天晚上来电，想让我们在清化边打一仗。来嘛，都发表一下高见，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。胡宗南占领了延安，却得到了一座空城。相信我们不在这儿阻截他们，他们也会集结重兵找我们，向我们进攻。清化边确实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，但敌人也不傻，能走这条路吗？清化边是咸阳到榆林的必经之路，相信他们的选择不大。地图，来，一起看看。现在中央机关和毛主席已经向延安的东北方向转移了。我现在有个想法，我们要不要派一支小股的部队，向延安的西北方向安塞去转移，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？这是个好办法。西安传来情报，敌人已经装备了大功率电台侦测设备，已经进入了陕北。所以中央要求我们所有电台保持静默，只收不发。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？我们带一台大功率的电台，随这支部队直接去到安塞，沿途当中随走随发，给敌人造成我们主力的确到了安塞的假象。好，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敌人的侧翼就暴露出来了，而且必走清化边。彭老总，咱们的清化边就能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。好啊，好啊，双管齐下，我命令一纵、二纵，分别在盘龙川的西山和东山设伏；新四旅在清化边东北角隐蔽，就把南边给敌人留出来。
只要他过了房家桥，我们就把口袋给他扎住。独一旅这是预备队，随时要监视安塞和延安方向的敌人。好，我立刻把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报告。同志们，这可是我军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仗，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。这一仗啊，影响是很大的。打赢了，它能够大大的提高边区军民的士气，鼓舞他们的斗志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让敌人处于被动，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仗的胜利。大家分头准备。是。怎么样了，魏主任？刚才不是说有点信号了吗？魏主任，不是说我催你，是盛参谋长这一天3个电报，他等着咱们这成果呢。发现共军大功率电台发射无线电活动信号，在什么方向？西北方向。不用看了，西北就安塞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同志们，加快行进速度！加快行进速度！这是哪儿啊？延安西北安塞方向。另外，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报告说，在延安西北发现一支共军的队伍，经派我部追击，发现共军竟然一触即溃，丢盔卸甲，不堪一击。共军走到安塞方向，让我想想。咸鱼公路不太适合隐蔽行军，他们走到安塞方向。安塞到处是山林沟壑，这倒符合共军一贯喜欢隐蔽行军的习惯。可你说一触即溃，我不太相信。参谋长，我认为，魏主任发来情报，侦测到安塞方向频繁出现大功率的电台活动信号。这样，命令裴昌会率前方指挥所前往延安督战，命董钊率5个整编旅向安塞急进，整编第29军一部向北进军，整编第27师的第31旅向千华边前进，以保证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。是。彭总，最新情报，敌军主力2个师5个旅已前往安塞，另外，敌军第31旅正急速赶往清华边。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在22日黄昏前夕到指定地点集结，做好伏击敌人的一切准备。是。来吧，研究一下该怎么办吧。
敌机卧倒。前进！可别碰上共军啊！可别碰上共军啊！可别碰上共军！王参谋，通知部队停止前进，原地休息。是。停止前进，原地休息，往前传。停止前进，原地休息。报告，敌情有变。前方发现敌整编第31旅正朝拐卯村而来，但是现在拐卯村前面停了下，没有进入伏击圈。查出什么原因了吗？还未查明，我怀疑是不是走漏了消息，毕竟村里边有不少的老百姓。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，我相信群众不会向敌人通风报信的。是不是敌人自己发现了什么？还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有误？我们的决心不能改变。派侦察兵去查一查，看看哪方面出了问题。是。潘总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是不是先把山上的战士给撤下来？天这么冷，我担心他们吃不消啊。现在可是伏击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撤。旅长，我们从临滇出发，走走停停，行进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？胡长官命令我们掩护主力部队侧翼，这么走，这个任务恐难完成啊！你是担心胡长官的责罚吧？那我问你，老周，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由我们担着，那我们31旅的安全谁担着呀？老哥，你看，旅长也怕死。我说的对，都是两个肩膀顶个脑壳，哪也不怕死的。王参谋，再派侦察兵前出侦察。是。他干嘛去了？不晓得呀。报告，进来。李继云在拐卯村强行征粮，遇到老百姓抗拒，没有备齐干粮，在村里边驻扎下来了。彭总，看来敌人并没有察觉到。看着吧，最迟明天上午，李继云呢一定会通过清华边
彭总，咱的战士在山上都趴了2天1夜了，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。这么冷的天，是不是让战士们下来休整一下？按照你说的，马上把他们撤下来。但是啊，明天早晨4点以前，必须要进入指定地点。是，郑学，现在这可是打伏击的关键时刻，不能因为敌人的异动，动摇我们战士们的战斗意志。明白。韩柱，马上让后勤多煮一些姜汤，另外通知警饭，多给大家准备点吃的。是。报告团长，也是命令各个部队营卫单位分批休整。知道了。高连长，团长，传令下去，以营卫单位撤下去休整。是，团长。叶永哲。俺来不来了？快，喝口姜汤暖暖，改烫啊！这都2点了，敌人还来不来了？这儿离延安那么近，会不会是走漏消息啊？说不定是情报不准确。咋可能情报不准确？你又不是敌人，有你指挥，你能知道？来，别急嘛。哎，政委好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来，喝碗姜汤暖暖。谢谢政委。哎，政委，敌人为啥还没来啊？对吧？你们说为啥还没来吗？俺咋能知道？今天没来啊，不代表明天不来嘛，一定会来的。大家也可以替他胡宗南想一想嘛。他的主力从延安北上安塞，一定会派兵保护他的侧翼嘛。更何况，他们还有大炮、汽车、坦克，这是他们前进的唯一一条公路，不走这儿走哪儿啊？是吧？所以别急啊，大家再耐心啊，忍一忍，等一等。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个冰天雪地，就一定能把他们等来。习政委。你放心，不管等多久，只要敌人敢来，俺坚决不撤，对吗？但是呢，也不能把大家冻伤冻坏了，是吧？赶紧喝口姜汤暖暖身子啊！吃的马上也就到了。谢谢政委，谢谢政委。谁人点火的？被共军发现怎么办？别去！去，看什么看？出去！拿来吧你！这是我的粮食，起开！还给我！起开！起开！干什么你？第二不服！第二，滚！诸位大哥，走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弟儿，我这儿还有个拐头，我们俩一起吃。本想着当兵能吃饱饭，没想到还
当饿死鬼！啊！哎呦，你慢点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啊！哎呦！老哥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让咱去追共军，追上共军，我们先完蛋。дев儿，我们不管明天的，只管今天把豆子吃饱。习书记，金范，给大家准备的啥吃的吗？乡亲们给大伙准备了洋芋、山药、黄馍馍、小米稀饭。好，趁着事儿热乎了，来，赶紧给大家分发下去。快快快，来，谢谢诸位，快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啊！来，给，来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习书记，你熬了好几天了，给你弄点热乎的。这时候他们更辛苦，先给他们吃嘛。不是啊，来啊，来，谢谢政委。给，凑合的兄弟，来这还有。同志们啊，我们啊，还是一定要做好敌人随时来的准备，并且要做到万无一失，确保首战必胜。是。好，大家赶紧吃，赶紧吃饱肚子啊！那儿有粥，赶紧趁热喝，快！我猜着你就会给他们，嘿嘿。哎呀，一人一份。还有饲料浆呢，啊！局长，胡长官来电。胡长官怎么说？贪生怕死，畏缩不前，非军人气魄。勒令我部按计划北进，迅速占领清化边，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。我们31旅命苦啊，危险处理不讨好的活儿，都让我们干了。王参谋，电告胡长官，报告我部目前的位置。是。发报给胡长官。有点不对劲儿哦，对不对？是空军哦，我不怕，走快点。好，明白。报告，冯总，敌人从头到尾已经进入我们的口袋镇了。啊，看看。命令各部队发起进攻。
就地隐蔽，火力压制。张参谋，到，迅速带人进行火力压制。是。电报副长官，请求支援。是，长官先去那边躲躲吧。共军老总，我们投降！我们投降！老哥，投降！投降！山洞里的人快出来！交枪不杀，都带俘虏。里面还有谁？出来！走。1947年3月25日。西北野战兵团在清化边伏击敌第31旅，全歼敌第31旅旅部及第92团，俘虏旅长李继云。此役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首战胜利，打击了敌军的气焰，鼓舞了边区全体军民。不用这干啥？赶紧走！
胡长官，这里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军委所在地。朱德、彭德怀不在上面这一线。啊，这一线是毛泽东之前住的地方，他直到18号才离开延安。看来毛泽东他们完全是在这儿卧薪尝胆呢，想做勾践。哼！哎，你说，如果毛泽东最后一次在这儿访县，他能想到下一个握这个把本的是我吗？哎，就用这纺车纺的线给我做件衣服。是。哎。这可比什么勋章都值得骄傲。胡长官，这是毛泽东留下的。哦。胡宗南到延安，事成骑虎，进又不能进，退又退不得，奈何？奈何？这不是毛泽东写给我的。仓皇逃窜，他总得给他的同志们一个交代吧。这是写给历史的。抓不到毛泽东，我们就是这个纸条上的笑话；抓到了，毛泽东就是历史的笑话。报告。胡长官，我军第31旅北上途中，在清华边遭共军伏击，受到毁灭性打击。怎么搞的？马上封锁消息，不外传，不上报。是。军指挥部。西北野战兵团首次捷报：我西北野战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，在延安东北70里之清华边附近，歼灭胡宗南军整27师31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，共2900余人。这一歼灭战有3个特点：第一是快，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2个钟头；第二是干净彻底，该部敌人从旅长到士兵遭到重创；第三是敌我伤亡11比1。综上3点，堪称模范战例。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。这晋阳的第一仗打得不好看呀！啊，没什么不好看，不过是一场小仗。共军的意图很明显，就是要挫败我们的锐气。大家不要上当，一定要打起精神来。此次31旅失利，原因无外乎3点：第一，兵力单薄；第二，疏于戒备；第三，没有走山上的山道，而是走了山下川道，导致了遭到共军的伏击。接下来我们要改变战术，主力部队要数路并进，走山上的开阔地带，滚动式前进，明白了吗？是。
你这边放啊，来，来再一个，桌子坏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慢慢吃啊，还有呢啊，都有啊，来，你吃啥？我想我娘了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们在国军几年都没吃过白面包，这个可能是断头饭啊。断头发？你这是听谁说的呀？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，这是政策。这秦化边一仗打下来，都饿坏了吧？几天没吃了吧？来，你们听好啊！以后，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跟着我们共产党为咱穷人打仗，我告诉你们，不光能吃饱，还能吃好呢。真的假的哦？啊！断头发，你真有意思。摊主，你可真大方，你别瞎许愿。他们顿顿吃白馍，咱们连黑馍都吃不饱。当俘虏真舒服。爽啊！你说的啥话呀？这是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，你心里不清楚啊？韩主，你自己说，咱们当兵这么几年，吃了几次白馍，节约点细粮，全给这些俘虏吃了。我想不通，我心里不舒服。今天我要吃。哎，你想不通你自己想想，这是政策，咱们照办就行了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我今天就要吃。你给我放下！我就不放。少华，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？这违反政策，要军法处置的。给我分！我就不放！怎么那么拗啊？你给我拿了！哎，走，走吧。干什么？坐到下，坐到，不要看，坐到下，坐到你家不想死了？坐到下，坐到你不想活了吗？干什么呢？坐到下，让他给我死。什么态度？跟我说，不要看。你们两个挺能耐的，啊，在战俘面前打起来了，无组织无纪律，这叫什么？这是典型的破坏俘虏政策。我问你，三大纪律8项注意，压轴的一条是什么？不准虐待俘虏。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，我们都是这样做的。哎，就连日本俘虏我们都优待，更何况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。再说那些国民党俘虏，大部分跟我们一样，都是穷苦家的孩子，你有啥想不通的？李经同志，还是个娃嘛，心疼白馍也能理解。这鼓鼓囊囊的装的啥呀？都拿出来，都拿出来，说。还抢回来俩，给他们吃心疼。就是，咱都吃不上，凭啥给俘虏吃？再说了，他们都被俘虏了，给他们脸了，打不过我们，吃的还比我们好。河都说了半天，我白说了啊！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，你们知道成都有个武侯祠吗？不知道。我这几天看了本书，这个武侯祠啊，上面有副对联儿。这上联是啊，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之兵啊，非好战。这下联啊，是不审事，即宽严接物，后来治蜀要深思啊。政委，啥意思嘛？啥意思啊？攻心为上。有道理，说的对。来，拿着，回去好好看一看啊。现在啊，咱们要打倒蒋介石，首要就是人心向背问题。战场上，我们要消灭敌人；战场外呢，我们就要争取敌人。敌人争取过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同志。这样下去，我们的队伍人是不是越来越多？蒋介石队伍的人是不是就越来越少啊？可如何让他们加入我们？
那就是要争取他们的心嘛。咱就用白面膜争取他们的心。这娃是，咱西北是条件困难，吃不上白馍。他胡宗南的部队也吃不上几顿白馍啊。你们觉得这白馍金贵，他们当然也懂啊。你把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了，将心比心，这人心不就争取过来了？我明白了。好，回去吧。谢谢政委。吴长官，听说昨天国军攻占了瓦窑堡，这对国军来说有何意义？从战略上来讲，瓦窑堡是可以控制住绥德的，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稳定民心，这个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、生活问题。你看我这个指挥部，你知道以前这是个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共党的边区银行，这些铁架子，这以前是装钱用的。共军逃跑的时候把钱都带走了，不过这没关系。目前我们缴获了共军400万担粮食，完全可以保证这些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刚才我看到了很多中共的战俘，想问一下，你们是怎么对待战俘的？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见这些俘虏，有些话呢，从俘虏嘴里说出来，比我表达更有说服力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路边的小花在摇曳，摸一把泥土的温暖。当清风拂过我的脸，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。冬日走进了山，雪花划破眉间，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。荒漠扬起的沙，狂风刺进双眼，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。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，所以你燃烧自己，升起了炊烟，守着我的家园，抚慰每片屋檐，把眷恋化成了期盼。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，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。每当清风拂面，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。每